走向世界了。如果是海外任务的话，那咱们的轮换规矩跟佣金该怎么收取？轮换规矩不变，佣金加倍收取。是，叶董。回到外场 ，DOA 千金已等候多时。老同学，叶先生，你们可是让我好等啊！看来叶先生是一登陆英伦，就已经成为各路权贵富豪们眼中的焦点。呵呵。28.4亿英镑拍下3件文物上交给国家，加上9州安保2名人员干翻10几号保镖，外加一人如雪的创始人，换作是谁都会成为焦点的，不是吗？都说叶董为人高调，看来叶董是真的不走你们华国几千年来一直所遵从的中庸谦逊路线啊。我倒是想中庸谦逊，可是这样一来，安娜小姐确定不会以为我是在用我们华国话说，那就是装逼。呵呵，要是长风的性格有叶先生的一半，那就有趣多了。如果他的性格跟我一样，或许安娜小姐对他也许就不存在所谓的倾慕了。叶董，能说一些让我开心点的话吗？比如说一些撮合你跟长风的美言。叶董，可别忘了你是有求于我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付出乾隆游戏或者是一人如雪的部分股权，我想我还是会为你保驾护航的。在安娜小姐看来，就轮回的事儿，我是需要去求你，对吗？不然你怎么会通过长风找上我？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那咱们之间的交集也就定格于此。我叶晨一向都不求人，包括你在内。我素来恩怨分明，你帮我，我回馈于你，所以我从未亏待过每一个对我伸出援手的人，而且在对方伸出援手之前，我都会把我的回馈先给到位，包括这一次找上你。那你给我准备的回馈是什么？我说了，咱们之间的交集定格于此，所以没必要说了。你确定？解决轮回的危机，我有10000种方式，选择找上你，完全是看在长风的面子，并不是你对我有多重要，懂吗？哼，那就祝你好运。说完，安娜小姐愤怒地转身离开。叶哥，抱歉，我不关你的事，只能说我高估他了。叶董，你刚才说的那个汝窑碗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玄机？不知董事长有没有研究过宋高宗赵构的一些野史？宋高宗赵构的野史？没错，在关于宋高宗赵构的一些野史记载中，他每次微服私访时，都会从宫廷中带出一些瓷器作以饮食之用。闻言，董乾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看着我。叶董，你的意思是这只汝窑碗是宋高宗赵构在微服私访期间用过的？如果是从宫中带出来的话，那这只碗就不是汝窑了，而是官窑了。没错，既然是微服私访，肯定不会用正儿八经的官窑碗，但不至于会使用汝窑瓷器，所以从官窑中烧制出形似汝窑的瓷器，无疑便是最好的掩饰。董乾顿时惊呆，如果真如我所说，那这个碗的价格至少得去到好几个亿，甚至是10亿。叶董，既然你看出了那只碗的来历，那为什么还要让给我？如果不是你，我无法让咱们华国流落在外的3件国宝回归神州，这就是对你的回馈。叶董大爱，我董某人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谢谢。在回宾馆的路上，李长风开口问道：叶哥，拍下的那3件文物，你打算怎么着？还能怎么着？总不能放着自个儿收藏吧？肯定是捐给官方。说完，我便拿出电话打了起来。喂，小陈。泰山崩于前，我能做到面不改色，但面对80年苦寻的父母，我却顿时乱了方寸。您吃饭了没？吃了，和你妈回的四合院，跟你爷爷他们一块吃的晚饭。哦，那挺好的。小陈，你给我打电话是？没，问候你而已。顺便跟您说个事，我现在在英伦，刚拍下了几件文物，准备捐给国家，琢磨着让您安排相关人员把文物带回去。文物？你拍下了几件什么文物想捐给国家？一件是康熙帝的陪葬品9龙玉杯，一件是慈禧死后含在嘴里，后来被孙殿英给倒出来的那颗夜明珠。什么？康熙帝的9龙玉杯，慈禧的那颗夜明珠？对，还有鸡首，就是当初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里头夺掠走的12生肖兽首之一的鸡首。什么？你是从哪里的拍卖会上拍下来的？你确定东西是真的？东西假不了，是在英伦的一场地下拍卖会上拍下来的，担保方是里根家族，而且参加拍卖会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权贵富豪。你花了多少钱拍下那几件文物的？3件文物总共花了2.84亿英镑。2.84亿英镑，折回成人民币就是25亿。林风雪顿时呆在原地。我继续说道：相比起华国的文化瑰宝，钱不钱的都是次要的。既然眼睁睁地看着象征着华国文明所在的文物现身，别说2-3亿英镑，就算20-30亿英镑，我都得带他们回家。好，我马上通知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让他们第一时间派遣人员过去。挂了电话，柳慧连忙开口问道：怎么了？小陈刚才说什么了？他在拍卖会上拍下了康熙帝的9龙玉杯以及慈禧的夜明珠。对，应该不止9龙玉杯跟夜明珠吧？还有圆明园12生肖兽首之一的鸡首。什么？鸡首？就是被那群英法杂碎从圆明园里头掠夺，至今下落不明的鸡首。没错，这3件文物他是在英伦的地下拍卖会拍下的，总共花了2.84亿英镑，准备无偿捐给国家，让我通知官方的相关部门人员前往英伦把这3件文物带回来。好，
好，好，这才是我林家的血脉，这才是我林朝阳的孙子啊！有孙如此，我林朝阳100年之后便可无愧我林家的列祖列宗了。30年的孤苦伶仃不但没能压垮他，反而把他修炼成了如此心性，这是我林家先祖显灵，先祖显灵啊！风雪，虽然小陈是无偿捐赠出来的，但该记的功德你无论如何都得让上面给记上。您老放心，我心里有数。此时我们的车也将要到达宾馆，突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停车。霍顿先生，伊人如雪进军海外市场，由英伦 U2 集团为我保驾护航。偶遇疯子天才发明家霍顿，顺利收编带回华国。回国后便接到了亨达徐家的电话，因为亨达的债务危机即将爆发。徐董，您的来电有点出乎我的想象了，我以为至少还得2-3天，没想到您还真是雷厉风行啊。叶董，老实说一句，能不能适当的降低一下你的附加条件？我也老实的回答一句，价值800亿的地块我还嫌少了，真的没有商量余地了。徐董，您这又是何必呢？恐怕你这边已经下定决心接受我的收购方案了，你又何必再说这些？我还是挺好奇你为什么非要执着于亨达集团的战略储备地皮，你到底是想用来干什么？以后徐董您就知道了。徐家苦苦琢磨了几个晚上，始终想不明白我执着于亨达战略储备地皮的意图所在，此时也只能作罢。既然叶董现在不想说，那就算了。亨达这边同意对你出让价值800亿的地皮，但是连同那700亿的打包收购在内，叶董需要一次性完成整个收购的支付，也就是一次性支付1500亿，有问题吗？没问题。叶董爽快，那就请叶董这边尽快安排团队过来跟咱们这边进行对接。挂了电话，我便给张景山等人打了过去。次日我来到了咖啡厅，天行猎头正行成功帮我挖到了前雅诗兰豆华北区域经理云溪月来出任伊人如雪代理总经理。叶董，恕我冒昧，你觉得我这么一个无名小辈能扛得了伊人如雪的大旗吗？你的履历我了解过，能在短短时间内以如此年纪成为雅诗兰豆华国区华北区域经理，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没几个人。既然叶董了解过我的履历，那你不觉得我这种升职速度有点过于异常吗？就不觉得存在某些猫腻吗？如果云经理真如外界说的那样有猫腻，那面对伊人如雪抛出的橄榄枝时，估计云经理只会有2个选择，一个是在经过考虑后爽快答应，一个是考虑之后果断拒绝，而不会主动提出跟我见面这码事了。既然云经理提出主动见面，那就说明了云经理的内心绝对是足够坦荡与自信的。叶董，说句不怕得罪您的话，目前我还谈不上有多大的兴趣，毕竟只是暂时出任代理总经理。之所以提出想跟叶董见个面，那是我知道叶董不是那种肤浅短见之人，我想知道叶董对于后续是如何安排。等陈一诺陈总重新回到岗位后，叶董又会如何安排我？除华国市场之外的全球伊人如雪负责人。什么？除华国市场之外的全球市场负责人？没错，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对外抛出橄榄枝的原因所在。如果仅仅只是暂时顶替总经理一职，我自己顶上就好。考虑到接下来的全球业务，我才想着从外界招贤纳士，借此让对方在顶替陈总的工作之余，也能早点熟悉伊人如雪的情况，从而到时无缝衔接的开展伊人如雪的海外业务。那叶董，伊人如雪打算以什么方式进军海外市场？自营还是代理？自营。自营，听起来不切实际嘛。我既然敢有自营的决定，那就有在海外站住脚跟的把握与底气。云经理暂时无需去考虑那些。叶董，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虽然我不缺乏自信，可我并不认为伊人如雪总经理这么重要的位置会轮到现在的我来做。而放眼国内的职业经理人圈子，比我能力强的一抓一大把，所以为什么是我？很简单，我看中了云经理的潜力，我认为你的潜力值得我去赌一把。我相信你能扛起伊人如雪的大旗，我更想把你打造成一个传奇。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叶董就不怕分析判断出错，就不怕我把伊人如雪给搞砸了？我既然敢赌一把，那就证明我有多底的能力。好，既然叶董敢把伊人如雪交到我手上，那我云溪月也不怕拿自己的职业生涯赌上一波了。欢迎加入伊人如雪。感谢叶董的信任。回到家中，我打开热搜，此时我在英伦斥资2.84亿英镑拍下3件国宝捐赠给官方的话题被顶上了热搜榜首，网上的舆论无疑都是一边倒。此时一通归属地为魔都的陌生号码打了过来。喂，哪位？我是孙颖，相信叶董不会陌生吧？女间谍孙颖，我立马警惕起来。当然，神行2项目的核心成员秦轩不就是为了孙小姐抛弃妻子，毅然选择离开神行2项目的吗？孙小姐，我们之间应该没什么好谈的吧？叶董，秦轩毕竟是神行2这个项目的大将，你作为投资人，再加上跟秦轩也有私交，按道理你也不愿意看着他走到这一步吧？没错，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些事我能操得上那心吗？况且我是一名商人，而不是一名家庭调解员。孙小姐，
你说出这些话让我很意外。如果不是你，秦轩至于走到这一步吗？所以我无时无刻都感到内疚，我真的无意去介入他的家庭，成为第三者，但事情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的设想。我现在只想给严教授进行补偿，只想让他那因我而破裂的婚姻家庭能够修复如初。这是孙小姐的事。没错，是我的事，所以我才找上叶董，希望让叶董帮我洗清内心的罪恶感。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叶总，你旗下那款轮回手游想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吧？其他游戏公司怕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轮回去鲸吞他们的市场吧？然后呢？相信叶总应该知道我的留学背景吧？虽然我并不认为我有多大的能力，但还是能让轮回在海外市场不至于因为资本搞鬼而变得过于被动。的确，这种事儿对 THG 组织来说无疑是小菜一碟。我故作惊讶道：“孙小姐真有这种能量？”叶董可别忘了，我可是 THG 的成员，我孙颖再不济都好，结识几位大佬也是很正常的吧。不过我能做到的仅仅是让轮回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得到公平化，让轮回不至于在暗地里遭到过多有失公允的针对手段而已。这已经足够了。不过有一点，叶先生需要给我在乾隆游戏挂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虚衔，毕竟我总得出师有名才行。你需要什么虚衔？名誉董事。当然了，叶董可以随时取消。此时我故作迟疑，大脑却快速运转起来。很明显，孙颖的目的就两个，一是为了神行2，另一个则是想把神府2把手严怀里拉下水。我要如何才相信你能给轮回解决海外市场的问题？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笔交易，我只希望你能帮忙修复秦轩的婚姻，洗清我内心的罪恶感。好，我答应你，给你在乾隆游戏挂上名誉董事的虚衔，同时尽最大努力去帮忙修复秦轩跟颜渊之间的婚姻。但是你，叶总放心，我答应你的事必然会做到，而且我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我也不敢来找你。行，那就先行谢过孙小姐了。挂了电话，孙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面对的是60年后重生归来的商界精英。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负责神州安全部门的李家四叔电话，等待他的却是一出反间计。第二天，我带着霍顿和杨晴天来到了腾龙科技，把成立公司以及项目研发所相关的一切事宜交给李元哥来全权负责。这时接到了华为任老的电话。任老，叶董，关于咱们之前聊过的合作一事，经过华为高层的一致决议，咱们接受你提出的合作方式，也就是叶董之前承诺给咱们提供优先供应权一事。任老不觉得我这要求过分了？我觉得过分有用吗？叶董愿意让步吗？不能，不过我相信任老会为今天这个决定而感到庆幸的。希望如此。叶董接下来可以安排人员过来商谈合作事宜了。挂了电话，我对李元哥说道：“李总，华为同意我的合作方案了，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华为。接着，我把任老约见我和合作方案全部说了出来。李元哥一脸不信地看着我：“怎么，很不可思议吗？”叶董，你这合作方式是不是有点……很过分吗？回头你再认真琢磨琢磨，就知道我的要求过不过分了。成功说服前雅诗兰豆片区负责人云溪月出任伊人如雪代理总经理，女间谍孙颖找我做笔交易，我将计就计。与此同时，腾龙传媒的5部电影也同时在各大1、2线城市的影院中开始首映，几乎座无虚席。首映结束后，赵继伟正在看着后台数据，副总裁走了进来。赵总，咱们这5部电影的口碑已经炸裂了，被称为国内影评界10大巨头的影评人相继对那5部电影进行了点评，给出的评分都在9分之上，尤其是耗资打造5亿的《妖孽重生》更是被打出了9.7、9.8、9.9的高分。现在在网上的讨论已经全面开花了，尤其是微博跟贴吧上更是热评如潮。现在可是凌晨3、4点的时间，等到明天肯定会全面爆开。可以肯定的是，《妖孽重生》已经锁定明天的微博热搜前夕了。反响竟然如此之好。以我对市场的分析，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上一句，《妖孽重生》必然会火爆全网。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天狗上的票房必定突破30亿。除了《妖孽重生》之外，其他4部片子怕是也将会大大超出咱们的预想。行，我知道了。唐总，你这边安排好紧急情况预案小组留守下来，让其余在岗的员工都先回去休息吧。好的，赵总。次日一早，我便来到了伊人如雪。我知道云溪月上任总经理一事，庞俊肯定有事要找我说。老庞，你今儿个跑过来找我，是奔着新任总经理的事来的吧？老叶，说句心里话，除了你跟陈总，其他人我都信不过。假如无瑕膏的配方泄露出去，那咱们伊人如雪的巅峰恐怕就得止步于此了。老庞，你怎么还担心起无瑕膏配方泄露的情况来了？过去公司的大权把控在陈总你的手上，我固然犯不上去担心那些，但若是公司大权落到别人手上，保不齐会出现逐步渗透拼凑出无瑕膏配方的情况。那要不老庞你来当这总经理好了。开什么玩笑，我要是能当得了这个总经理，你以为我会客气吗？我第一时间就毛遂自荐顶上了。我知道庞俊担心的是什么，但云溪月的为人根本不用去担心那些。老庞啊，关乎到伊人如雪命脉的这种问题，你觉得我能忽略吗？
再说了，不还有你在坐镇吗？无论谁来当总经理都好，想渗透配方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凡对方露出任何异性的蛛丝马迹，我都会立刻让他滚蛋。再说了，不还有你吗？我相信你有办法让配方泄露的情况不会发生的。你这摆明了是在给我找事。就算是给你找事，那也是一劳永逸的事。哥，早知道我就不来了，这起码又得浪费我2、3个月的时间。能者多劳吗？辛苦你了。庞俊也没再多说，起身离开。陈一诺不解地问道：老叶，你的意思是庞俊有不让配方泄露的办法？没错，对原有的配方进行复杂加密，就算有人对配方进行渗透，最终也无法得到真实的配方。既然庞俊有那能耐，那他干嘛不早早就加密呢？你没听他说吗？最起码又得浪费2、3个月的时间。就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赵继伟打来的。没错，正是网上关于那5部电影的评论已经炸了，好评如潮。这些我根本不用理会，因为这就是前世的轨迹。叶哥，还有件事，云溪月出任伊人如雪总经理的消息也传开了，不过网上的舆论不太好，你最好看看。挂了电话，我迅速打开热搜，整个互联网上再度迎来了炸锅。各大博主大 V 为了蹭热度流量，各种负面舆论接踵而至。部分大 V 以及八卦媒体俨然把陈一诺描述成为那种唯金钱论的物质女人，林希月则是成了那种靠出卖身体上位的职场女人。见我脸色大变，陈一诺开口问道：老叶，这是怎么了？你打开热搜看看就知道了。接着我拿起电话给沈瑶打了过去。叶董，沈瑶，伊人如雪最新的人事任命这一事上，网上那些针对一诺的言论你有看过吗？刚刚看了一些。那就好，帮我搜集资料去起诉那些凭空捏造各种带节奏的媒体以及大 V 账号，这算是已经构成名誉伤害以及造谣诽谤了吧？可以起诉。行，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起诉。如果你的律所忙不过来，那就联系其他律所参与进去，把所有造谣带节奏的媒体跟大 V 全都给告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让对方承受相关条例的最高处罚，绝不接受道歉删帖了事。叶董，问题是没问题，但这是不是……不考虑其他的，你就按我说的做就是。是时候让那些所谓的网络工作者长点记性了。以往他们为了流量怎么说我都可以无所谓，但这次他们竟然把矛头指向了一诺，这是我坚决不能忍的。明白，叶董放心，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挂了电话，我才发现妻子陈一诺怔怔地看着自己。老叶，咱们表明一下态度，威慑一下对方，让对方道歉删帖就好了。要是全都起诉的话，如果他们只是拿我开涮的话，我都懒得去理他们。但他们把矛头指向你，这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不可忍。这一次要是我还不严肃处理，那他们以后只会变本加厉。是时候让他们长长记性。次日，我来到乾隆游戏公司，轮回游戏已遭到海外市场的打压。叶董，海外那边的资本已经开始对轮回动手了，外网针对轮回开展了强烈的舆论冲击，人权、宗教、种族还有女权，这些都成了对方攻击咱们的要素。我就纳了闷了，一个游戏怎么就扯出了人权、宗教、种族、女权问题来了？这只是对方的开胃菜罢了，这就顶不住了。所以我才担心对方接下来会煽动海外的民间抗议游行。叶董，您是知道的，就海外世界的大环境，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但也是屡试不爽的。这个简单，针对要不要在当地服务器下架进行投票，如果认为轮回需要下架的投票占比超过不需要下架的占比，轮回官方将在3至7天内完成对当地服务区的全面下架。什么？叶董，我没听错吧？开通投票来决定要不要下架？对，海外世界不是整天都把民主俩字挂在嘴边吗？那索性就来一波民主的投票。可要是万一……没有万一，轮回的沉浸度你是知道的，如果它不具备那种超强沉浸指数的话，那些海外游戏也不至于给咱们整上这么一出。而游戏用户的心理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真正的玩家会因为那些所谓的人权、宗教、种族、女权问题跟轮回刚到底吗？所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去进行取决，这无疑可以让轮回官方站在制高点上了。到时就算还有一部分揪着不放，也将难以再掀起什么风浪来。但叶董，这治标不治本啊，海外游戏跟背后的资本岂能就此罢手？那些你就不用去担心了，其他的交给我就好。说到此处，我想到了孙颖，想到了 THG 组织，这种免费的资源不用白不用。对徐英杰说道：老徐，回头我给你一份关于人物的资料，你马上对公司的人员信息进行更新，把对方列入咱们乾隆游戏的名誉董事。啥？名誉董事？对，名誉董事。这不仅关乎到此番在外网上遭到的舆论风暴能否顺利平息，还关乎到海外市场上各方资本接下来的针对行为。好的，叶董。对了，米哈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了？叶董，虽然咱们的轮回在利润方面中规中矩，符合预期，可米哈游确实给咱们带了一个大惊喜。自米哈游旗下的魔神上线后，便是一路横扫市场，每天的下载量跟玩家活跃度都在一直飙升，上个月便创下了全球1.2亿美元的利润，这直接爬到了鹅厂游戏的头上去，是上个月全球最吸金的手游。根据各方的预判，接下来的1年里，
原神的营收必然会突破200亿人民币，而利润将不会低于100亿。现在你还觉得50亿收购米哈有25%的股权，算多吗？简直就是白菜价！叶董您的眼光，我算是彻底的服了。腾龙传媒电影首映座无虚席，网上舆论抹黑陈一诺，我让沈瑶全部起诉。次日接到李长风的电话，林家死对头王静安想与我见面。叶哥，不知你听没听说过一个叫王静安的49城大少？我当然知道，前世的王静安权倾朝野，但从康安帮问鼎紫禁之巅后便迎来了打压，到严怀礼时代结束，半生的布局到头来通通被毁掉。没听说过？怎么？王家大少给我打电话，让我组个局约你出来见一面，聊一聊。跟我见面聊一聊，这是几个意思？不知道，但叶哥，这位49城大少私底下被人称之为49城新生代第一人，49城中过半的纨绔都与跟他沾兵为荣，王家更是拿他当家族接班人来培养，他的能量覆盖了军商政等多个领域。还有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王家跟你们老林家一直以来都不对付，两家之间的博弈这些年来都未曾停过，包括你爸风雪伯伯之前晋升为部长的事儿，也是两家博弈的结果，只是那一次王家输了。那他知道我的身世了吗？这我不清楚，不过就算他真的知道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有点意思。那叶哥，你要赴约吗？还有，他不仅让我组局把你给约出来，还让我把叶成英给招呼上，这又是让我愈发想不明白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了。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既然他已经把棋路给铺好，那终会落子让你看得明白的。那叶哥，你同意跟他见面？为什么不同意？既然林家跟王家一直不对付，那我迟早都得直面王家，所以没什么可逃避的。正好我也想会会所谓的49城新生代第一人到底是怎么个第一法。行，那叶哥，我待会给他回个信息，让他到江州来。不，啥？先晾一下他，等他下次找你时，你再把我同意见面的态度传达给他。这又是为啥？如果他已经知道我是林家人的话，那他必然还会再联系你。如果他不知道我是林家人的话，你觉得我跟他见面又还有必要吗？那叶哥，你觉得王静安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吗？我估计99%知道了。好的，叶哥，他要是再联系我的话，我就让他直接来江州。不出所料，王静安第二天便找上了李长风，李长风直接应了下来，我却故意迟到了半个小时。抱歉迟到了，给老婆孩子做饭忘了时间，抱歉。没想到叶董还亲自给老婆孩子下厨，看来真是贤夫良父啊。您就是长风口中说的燕京王家公子是吧？幸会。幸会。叶董，我是该叫你叶董好呢，还是叫你林少比较好点？王大少，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看来那些小说写的还真对，这49城的公子少爷们段位越高就越虚伪。闻言，李长风跟叶成英二人都屏住了呼吸。虚伪？你是第一个说我虚伪的人，难道不是吗？换做我是你，我就不会浪费时间跑过来进行这种无谓的试探。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简单，直接干就完事，把我是林朝阳的孙子、林风雪的儿子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捅出去，然后尽可能的把舆论烧到林家身上，继而各种帽子都会往我跟林家的头上扣去。如此一来，无论是我还是林家都好，恐怕都会成为众矢之的了，不是吗？这番话一出，李长风跟叶成英不由心跳加速。这样能让老林家垮台吗？这就得看王少跟你们王家的能耐了。叶董，你这样会影响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怎么着？意思是我欠缺格局吗？对于大家族之间的博弈，这种想法很是幼稚吗？你认为呢？我认为不了。说白了，我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发户罢了。你觉得我在49城世家之间的博弈问题上，我能有多大格局？这个答案还得你们给才行。不亏是林风雪的儿子，我多希望林天南才是真正的林家子嗣，多希望他才是林风雪的亲生儿子啊！意思是我的出现坏了你的计划是吗？可以这么说。可惜的是林家气数未尽，林天南并非林家骨肉，这一来性质就变了，养了30年的儿子竟是被人调包的外人，这在无形中让林家也成了受害者。这从受害者的身份不但不会影响到紫禁庙堂的高处，还会改变舆论的风向。如此一来，林家所遭到的冲击无疑就会减轻许多了。但我不解的是，你们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就算无法一剑封喉，给林家制造点麻烦，恶心一下，不也挺好的吗？如果王大少担心无法一剑封喉，反遭报复的话，那就听我一句，回去让你们老爷子到林家低个头吧。此言一出，李长风、叶成英二人大脑彻底宕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让我王家老爷子去林家低个头？为什么不是林家老爷子到王家低个头？因为你们王家不是对手，所以也不存在林家需要低头的可能。你挺狂的。我谦逊低调的话，你就准备跟我做朋友是不？此时王静安的脸色比吃了苍蝇还难看，摸不清我出牌的套路，选择了跳出我的节奏，说道：会下棋吗？可以。你擅长什么棋？你想下什么棋，我就奉陪什么棋。那就围棋吧。接着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另一个包间。你先。很快，半个小时过去了。你输了。王大少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说完，我指了指棋盘上的几处棋子。王大少还觉得你赢了吗？
王静安的脸色突变，双眼死死盯在棋盘上。1分钟、2分钟、3分钟，我输了。我还以为王少或多或少可能会输不起，看来是我格局小了。很久没输过了，我一直在想我下一次输棋的场景，唯独没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服吗？我很想说不服，但我知道，就算再下10盘，我都不会有任何胜算。说完，王静安起身便准备离开。虽然我从不否认邻家子嗣人人如龙，但从市井底层走出来的你，却要比他们更胜几筹，这不太符合逻辑，能为我解惑一下吗？如何才能不让自己饿死？如何才能在跟恶狗抢食中不被咬死？多经历几次这些问题，你会发现逻辑都是可以被打破的。如果你是王家人，那该多好。说完，王静安便直接转身离开。老爷，这棋王静安输了，要不你来试试？得，还是算了吧。以我对王静安的了解，但凡还有一丝机会，他都不可能会认输的。叶哥，你为什么要跟王静安分析林天南事件以及你的身世会在舆论层面造成的影响？真就不怕他真的整上这么一出吗？不，我就是怕，所以我才主动去跟王静安分析的那么彻底。有个词叫以进为退，堂堂49城新生代第一人，绝对不屑于干出那种被我直面道破的事来的。那叶哥，你觉得王静安如何？可惜遇上了我。老爷，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你说那小子他怎么就非得让长风把我也给招呼上了？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把握能拿捏住我，无形中也能对你起到敲打作用吧。那他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尽然，我相信他这次找上我，绝对不是出于林王两家的原因，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紧随我的话落，李长风与叶成英对视一眼，李长风脸上却是露出了一丝丝尴尬。那个叶哥，我先出去打个电话。说完，李长风便转身离开。跟长风这小子有关？我们只是猜测，不保准哈。别磨磨蹭蹭了，有什么说什么。为了李元哥，这怎么又扯到李元哥身上去了？老爷，放眼偌大的49城中，真正够格成为王静安另一半的屈指可数，李元哥算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林夕。但林夕是绝对不可能的，毕竟你们林王两家的姻缘摆在那，那么就只剩下李元哥了。如果能与李家联姻的话，哪怕联姻后的李家仍然保持中立，光凭两家联姻的这个信号，王家都能从中获得更大更多的博弈筹码。王静安岂会放弃这种机会？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就找到我头上来了？你是在跟我装傻充愣吗？我怎么就装傻充愣了？你真没感觉到李元哥对你有点那啥？过分了哈！我一个有家有室、有老婆孩子的李元哥能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你这不扯淡吗？情愫这玩意不是想控制就控制得住的。然后呢？他在想你有可能会离婚，有可能会放弃现在的家庭去跟李元哥组建新的家庭。毕竟像李元哥那样的天之骄女，又有几个男人能拒绝得了？当然了，我这都是我的猜测，仅供参考。长风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清楚，但我的确有跟他提到过，或许他认同我的猜测也不足为奇。打住，越扯越远了。行，我多说一句，之前王静安是一门心思想着把老林家给拉下马，现在又多了一项，就是把你给踩下去。我心里有数。对了，上次你想入股被我拒绝后，我不是答应过你下次有合适的机会带上你吗？机会来了吗？你没有打算投资什么？不是投资，那是什么？做空 Mate， 也就是之前的脸书。什么？你疯了吗？你要在股市上做空脸书？操，这种游戏适合咱们玩吗？疯不疯的先不说，我已经把计划跟你说了，要不要掺和进来你自己选择。什么手柄？找长风去操作，5倍杠杆。他们几个打算跟你多少资金？不知道，但一人少说应该也有个几十亿吧。你哪来的把握能说说吗？不能。叶成英沉默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春节之前把资金交给长风就行。如果不想冒险，那就当我没说过。你有没有给其他人交过底？没有，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愿意跟我豪赌一把。这可真他妈是豪赌啊！容我想想。林家死对头上门想要威慑我，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王静安为了整垮林家，计划从林天南身上大做文章。你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律师安姐。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林公子，你是不是还做着用不了多久林家就会把你给捞出去的春秋大梦？你特么说谁在做春秋大梦？我林天南需要做梦吗？我是林家子嗣，林朝阳是我爷爷，林风雪是我爸，柳慧是我妈，他们不捞我出去，难道还要把我送去吃枪子吗？如果说你不是林部长跟柳行长的亲生儿子呢，你觉得林家还会保你吗？还会捞你出去吗？你说什么？知道林家为什么不把你捞出去吗？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林家子嗣，并且我还得到消息，林家已经发话了，一切依法从严处置，而你的案件马上就要进入庭审阶段了，不出意外的话，20年或者无期将会是你的最终结果。放狗屁！你说我不是林风雪跟柳慧的儿子，那我又是谁的儿子？
接着，安律师把林家狸猫换太子这件事全部说了出来。你知道被你调换了人生的是谁吗？谁？叶晨，江州叶晨，一人如血的叶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说的话？这是上次他们来燕京，我偷拍到林家去机场给叶晨一家子接机时的画面。不出意外的话，恐怕林家人已经彻底忘记你的存在了。你特么别说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到底是谁让你来的？至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想帮你。帮？怎么帮？建立在林家要求从严处理的情况下，你至少得判20年以上，甚至是无期。而我可以让你判得轻一点，不会超过10年。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还有的选吗？林天南沉默了。自从被带到看守所后，林家人电话都不曾来过，更是要求从严处理。难道自己真的不是林家子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有人看不惯那个姓叶的暴发户。我该怎么做？很简单，开庭之后，你在法庭上尽可能的忏悔，把一切都推到家庭原因上。正是因为你仗着林家的权势，才会犯下那么多天理难容的错。因为你无论如何做都好，溺爱你的林家人都会帮你摆平。言称，如果不是林家对你的庇护，如果不是父母对你过于宠爱，如果不是生长在那种可以放任着你去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家世中，你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你是想让我诬陷林家，让他们去背黑锅？我可没这么说过，我只是认为你是因为家庭原因才导致犯下那么多的过错而已。林家待我不薄，你是要我坑他们？自从林家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后，有人来见过你吗？有人来保你吗？他们懒得理你，不但让你自生自灭，而且还要从严处理，把你往重了判。你管这交代你不薄？林天南骤然陷入痛苦中，完全坠进了安杰的节奏里。好，要怎么说你教我。很快，我旗下精灵公司的第一代手机成功问世。为了造势，我亲自来到新闻发布会。第一代精灵手机配备了业界高端机的主流 CPU 骁龙8+4G， 后置为5000万像素原色摄像头、13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和1200万像素长焦摄像头，6.7英寸的 OLED 显示屏，5500毫安大容量电池，搭配有线无线双向快充，而价格仅需2799。此价格一出，现场一片哗然。没错，我就是赔钱赚吆喝。每卖出一台手机，我们将亏损4至500。我的目的是在第4代精灵手机上。我接着说道，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外界一向沿用的7天无理由退货、15天有质量问题换新，精灵公司将延伸为15天无理由退货、30天有质量问题换新的规定，其余3包情况皆与业界看齐。此言一出，现场记者再也坐不住了。有关精灵手机产品介绍的问题就先告一段落。先前看到众多业界人士如此捧场，所以我跟公司那边决定临时增设一个提问环节。为了不浪费彼此时间，所以现在就开始吧。叶董，我是……不用自报家门了，直接提问。叶董，第一代精灵手机什么时候开售？今晚12点准时在 TBJD 官方旗舰店开售，限量30万台。下一位。叶董，我想知道你们对第一代精灵手机的定价在后续存不存在浮动的可能性？我指的浮动是上调涨价。不会调整，也不会出现任何上涨或者是下跌的情况。下一位。叶董，在性能弱势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精灵手机的成本绝对不止2799这个价格，所以能否告知你们每卖出一台精灵手机就要亏损多少吗？这个暂时无可奉告，不过我相信会有不少业界人士会在后续的分析中对外界进行解读的。下一位。叶董，很明显你们精灵公司想用赔本的价格战去抢占市场，然而你们考虑过这种行为会打破业界的平衡，以及对其他手机厂商带来的非正常冲击跟影响吗？如果精灵手机以业界的定价范围去进行售卖，有多少人会选择精灵手机？至于说打破业界的平衡，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市场永远都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一位。叶董，您认为日后有哪些品牌会成为精灵手机的对手？精灵手机没有竞争对手，日后也不会有其他品牌能够成为精灵手机的对手。下一位。不出所料，次日一条名为精灵第一代手机首发30万台5秒售罄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榜首，网上各种评论也接踵而至。想清楚了，你都敢豁出去了，你觉得我还能比你怂吗？打算用多少资金入局？20亿。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这次做空用的是5倍杠杆，全程由叶哥发号施令，他让撤才撤。我知道，我马上给你转账。挂了电话，李长风拿起电话给我打了过来。长风，叶哥，我们这边资金集结完成，景山那边25亿，纪委那边30亿，我这边也是25亿，另外还有叶长英，他也参与进来了，投了20亿进去，总共100亿，现已全面备好了。既然资金已经到位，那做空计划就可以伺机启动了。我这边400亿，马上给你转过去。行，叶哥，现在 Mate 当前实时股价是300美元，你说的伺机是等股价波动到哪个范围再出手？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应该还会涨一些，毕竟 Mate 公司的财报后天才会出来。叶哥，Mate 公司的财报真会出大问题？
Mate 的财报或许不会出大问题，但问题是，如果他们的财报无法让资本对他的后续未来具备信心，这就是大问题了。李长风没再多问，我继续说道：等 Mate 的股价去到320美元一股时就出手，进行半个月的做空合约。不过咱们这边是500亿人民币，换算下来，以320美元一股的话，那也有2400万左右股了。你那边确定这个数量没问题吗？问题不大。行，那我就放心了。叶哥，还有件事，林天南的案件后天就要开庭审理了。上次鸿雁酒楼一句王静安在49城新生代中的威望受到重挫，我担心他会在林天南身上做文章。李长风的话提醒了我，凭借前世对王静安的了解，他必定会拿林天南的案件做文章。我的大脑快速运转起来。叶哥，你还在听吗？长风，这件事你提醒了我，我估计王静安10有8九会在林天南身上做文章。那叶哥能分析出他会怎么做吗？如果我没分析错的话，王静安会找人去给林天南洗脑，让林天南在出庭时往林家身上泼脏水，只管把自己之所以会目无王法、肆意妄为，全都归咎在林家对他的宠溺和包容中。届时林家必会引起社会大众的愤怒，再爆出我才是林风雪的儿子。你说这得有多劲爆？反观这1年来，我从社会的底层摇身一变成为千亿富豪，在林家已经被成功抹黑的情况下，外界必定会认为我的发家史离不开林家的各种暗箱操作，舆论必定会把林家和我推向万丈深渊。听到此处，李长风顿时呆住。那叶哥，我们现在要怎么办？静观其变吧。如果他不拿此事做文章，那咱们就相安无事；反之，我将会直接干趴王静安，锤散他所谓的49城新生代第一人的光环，让他对叶晨2字从此产生阴影。听到此处，李长风总算松了口气，开口问道：那叶哥估计他这样做的可能性大吗？99%。叶哥，你打算怎么反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第一代精灵手机首发30万台5秒售罄，我们5人计划撬动5倍杠杆做空美股 Mate。不出所料，次日美股开盘时间 ，Mate 股价来到了320美元一股。李长风也不再犹豫，直接将我们的500亿人民币投入到做空 Mate 的5倍杠杆中。另一边的我来到腾龙地产，半山别墅即将竣工。叶哥，半山别墅区那边的购买资格已经甄选出来了，跟咱们想的一样，华国是真的不缺有钱人啊，哪怕最低的也得几亿一套，但是发出购买申请的还是大有人在。哦，都有哪些神仙？那些网红就不说了，肖总那边全都给筛掉了，这是他最后整理出来的名单，说最终还是由你来定夺。我接过名单看了起来，上面很多人都不陌生，但看到徐家跟王少聪2个名字，还是让我有些意外。王少聪也打算入主半山别墅区？对，为了这事，他还给我打了电话，但我没给他走后门，而是让他依着流程走。既然他想入主，那就满足他得了，毕竟以他的条件也算是勉强够格，其他的你们看着办就行了。这事儿你跟肖总一起定夺就好。对了，肖总，远郊项目准备的怎么样了？叶董，准备的差不多了，再有几天就可以重启了。需要邀请官方人员过来参与剪彩吗？不必，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参加的话，他们自己会来的。纪委，我记得咱们之前接手亨达传媒的时候，亨达传媒里头有新闻媒体板块的，对吧？对，新闻媒体在亨达传媒原有的框架下显得比较鸡肋，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累赘。我打算在下个阶段就把新闻板块给砍掉，合并到腾龙传媒。不能砍。叶哥，你这是？咱们必须得有自己的喉舌，而且还是站在权威最高点的喉舌。在我的计划下，咱们不仅要打造自己的喉舌，也要打造直面世界的非官方性质的华国喉舌。非官方性质的华国喉舌？对，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为咱们接下来的海外征途做准备。叶哥，你打算怎么整？咱们收购的亨达传媒里头不是有新闻媒体板块吗？把新闻板块的基础框架单独剥离出来，成立一家媒体公司，就叫腾龙新闻吧。回头我你一份名单，你们让天行猎头去挖这些人即可。纪委，你在新闻媒体领域的门路要多点，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好的，叶哥。从腾龙地产出来后，我接到徐家邀请，再次来到了亨达集团42版。徐董，您这日理万机的还把我给约过来，该不会又想让我去接盘你们亨达集团旗下的那些不良产业了吧？看来叶董还是对上次的收购耿耿于怀呀。徐董，您想多了，你情我愿的事没什么耿耿于怀之说。徐董，咱们还是说正事吧。叶董，我可以相信你的，对吗？徐董为何有此疑问？我这话问的有些不妥。你上次在亨达集团面临债务危机爆发的重要关头，选择以市场价收购亨达的部分资产业务，而不是等到爆发债务危机后再趁火打劫。从这一点来看，如果连你的人品都信不过，偌大资本圈中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白扯了。听徐董这意思，这是又摊上事了。叶董，你觉得我这是又摊上什么事了？亨达汽车那边发生变故了。不愧是叶董啊，我现在有点后悔了，后悔之前没有听你的。也许亨达汽车这步棋我是真的走错了。问题是徐董有得选吗？亨达集团的这一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必然的，这是亨达涅槃翻盘的唯一机会，故此徐董的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叶董觉得亨达集团能借助亨达汽车来实现翻盘吗？不能。
你真这么不看好亨达汽车？不是我不看好，怕是徐董自己也没多少信心了，否则你也不会约我过来了。能说说为什么亨达集团无法借助亨达汽车来实现翻盘吗？这个我给不了你答案。你是一早就认定亨达汽车不具备成功的条件？不，通过徐董您今天找我过来说这些，我才认为亨达汽车并不具备成功的条件。叶董，换做你是我，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徐董。叶董，要不要考虑一下入主亨达汽车？亨达集团的问题并不是我入主亨达汽车就能解决的。不过什么？不过要是徐董若愿意出售亨达汽车的话，我也许会考虑一下接手收购，并且跟之前的收购一样，会给出一个良心的价格。徐家营生瞬间一愣，这是几个意思？叶董，是你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你想收购亨达汽车？您没听错，但我只对全资收购亨达汽车感兴趣。叶董，既然你那么不看好亨达汽车，认为并不具备成功的条件，你怎么还对收购有兴趣了？就是突然心血来潮而已。若是徐董愿意出售的话，我也许会试一试新能源这汤水的深浅。至于说亨达汽车并不具备成功的条件，这并不重要。就算失败了，我也认为我还是承受得起。如果让叶董成为亨达汽车的第一股东呢？我只对全资收购感兴趣。叶董，你应该清楚亨达汽车对于我跟亨达集团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出售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所以我也就是那么一说罢了。我知道亨达汽车是亨达集团唯一的救命稻草，同时也是压垮亨达最后的一根稻草。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等。次日我打开电脑，不出所料 ，Mate 股价已开始下跌。此时接到了李长风的电话。长风 ，Mate 公司的财报出来了。对，叶哥，和你料想的一样，过去1年他们在元宇宙业务上全年亏损高达0.9亿美元，这基本宣告了脸书改名为 Mate 全面进军元宇宙的转型失败。另外，作为互联网公司的 Mate 在关键用户指标这方面也出现了环比下降，无法达到外界资本的预期，这必然也将会引发市场对 Mate 公司的担忧。根据资本市场一贯以来的规律，这份财报必定会引发 Mate 股价的崩盘了。现在就看这个崩盘的程度有多大。崩盘的程度取决于 Mate 能不能摆平后续的那些连锁反应了。那叶哥，你觉得这份财报对 Mate 股价的影响会到什么程度？少说也得20%吧。没错，前市的魅特一经开盘，便从昨日收盘价的320美元直接跌至240多美元，一夜之间跌了25%。20%，岂不是 Mate 市值得蒸发超过1万亿人民币了？不奇怪。叶哥，你就这么淡定？怎么？难道我应该兴奋到原地转圈圈吗？这种收割机会偶尔才能遇上一次，真正能够持续的还得是企业发展。知道了，叶哥。刚挂了电话，赵继伟又打了过来。继伟，叶哥，半山别墅区在网上被人攻击了。啥玩意儿？半山别墅区在网上被人攻击了？被咱们筛掉的那些网红出于恼怒，已经开直播攻击起咱们来了。尤其是那个坐拥着5、6千万粉丝的男网红，更是把话说的极为难听，把节奏带了起来。目前咱们半山别墅区的话题已经登上了热搜榜首，还有腾龙影业的电影《江湖火锅》的网上点评，全都遭到了恶意抹黑。那些粉丝都开始往一人如雪的商品打起了差评来。虽说再怎么抹黑对咱们都不会带来太多影响，可是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完全就是在给咱们上眼药。那位网红叫什么？辣目染子。听到这个网红我并不陌生，这不正是前世那位主播界中的逃税之王吗？被查之后追缴税款跟罚款接近14亿。这是景山知道吗？知道，刚才景山还给纳斯打了电话，纳斯嚣张的态度让我们都恨不得马上飞过去找他。但叶哥放心，我们心里有分寸的，犯不着为了这么一只小跳蚤去大费周章。但叶哥，这个口子要是一打开的话，那以后咱们岂不是隔3差5就得被人拿来开涮了？放心，过段时间他就得凉了。叶哥打算怎么办？像他那样式的网红主播，有几个不逃税的？现在不正好赶上严查逃税漏税吗？回头我发条微博对他进行实名举报，把他给整凉就完事了。不行，叶哥，这有点不太符合你的身份。啥身份？在外界眼中，我不就一介踩了狗屎运的暴发户吗？放心，我心里有数。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往往是杀鸡儆猴的最佳利器。要是对方没有偷税逃税呢？叶哥，你考虑过后果吗？不可能没有，相信我。挂了电话，我迅速打开热搜。正如赵继伟所说，网上恶意抹黑的评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也不再犹豫，迅速敲打起了键盘。千万粉丝网红欲入驻半山别墅被拒，恶意抹黑我旗下公司，我直接实名举报他偷税漏税。次日的互联网再次被我实名举报这一举动点燃，更是登上了热搜榜首。此时燕京城中的王静安看到这一消息后不禁眉头紧皱，另一边的千万网红更是急了，连忙拿起电话给张景山打了过去。哈喽啊，张总，抱歉，真的抱歉。抱歉什么？张总，半山别墅区的事是我一时冲动，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错了，咱们还是别把事情整得太大了，你看成不？你是想让叶董把微博删了？求你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可以提，咱们私聊好了。关于半山别墅区的事，我也会公开道歉，你看成吗？
晚了。丢下这2个字后，张景山直接挂断了电话。2天后，到了远郊开发重新动工的良辰吉日，我们来到了开工现场。叶哥，那个千万网红这回是必凉无疑了。虽然相关部门还没公布情况，但我了解到的是连补带罚14亿，这一波够让他身败名裂了。话说叶哥，你手里头是不是有他偷税漏税的证据？没有证据。啥？没有证据？那你怎么还敢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就不怕万一吗？我不是会看相吗？就在这时，赵钱领着一辆大货车走过来。赵叔，你怎么来了？这不听说你们远郊开发项目要进行重启仪式吗？所以我就想过来凑个热闹，正好有份礼物要送给你。叶哥，我不知道他要来。赵叔不也是看我们的面子才来的吗？这又没什么，赵叔有心了。你说的礼物该不会就是那辆金布盖着的车吧？没错，就是那辆车。虽然我知道你不在乎那些，可这毕竟是赵叔的一点小心意啊。上次你让我在海外囤煤，赵叔可是短短3个月赚了10来亿。赵叔要是不表点心意的话，我这心里头不得劲啊。得，既然赵叔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笑纳了，但下不为例。行，下不为例。赵叔，那辆车是啥车？纪念版的劳斯莱斯幻影，全球就20台，费了不少劲才给弄来的。多少钱？不多，2000来万而已。一开始时我是想弄一辆那啥布加迪威龙的跑车的，但是要很久才能提车。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纪委，过了哈，我就喜欢赵叔这样快言快语的人。小叶啊，你现在也是有身份的人了，老开那大劲也不是事，就得劳斯莱斯，差一个档次都不好使。对，赵叔言之有理，以后正式场合就开您送的劳斯莱斯。说话间，康安邦与严怀礼也来到了现场。康巡抚，严省，看来你们腾龙地产把声势功夫都给做足了呀。主要是想低调也低调不了啊，毕竟远郊开发的项目，咱们从亨达集团手中收购过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万众瞩目了。你确定之所以被万众瞩目，不是因为你们对外宣布将会在亨达集团原先的规划基础上进行无限升级，以及投入资金将是亨达集团预计的数倍之多？主要是亨达集团原先的规划格局太小了，几百亿资金的开发规模，在你小子看来还格局太小。那你说说，你们的预算是多少？初步预算是3000亿，但估计最终会超过3000亿。此言一出，众人顿时惊呆。3000亿？你没开玩笑？您觉得我能跟您开这种玩笑吗？这到时将会成为珠三角的核心枢纽，也会成为珠三角的经济金融枢纽，继而全面实现珠三角在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更关键的是，还会成为江州，甚至是整个华国，乃至于全世界的首个智能科技城。如此一来的话，3000亿多吗？几人再次惊呆。如果远郊届时真的如我说的这般，那么对于江州的 GDP， 乃至于整个岭南的 GDP 及经济规划的起到一种怎样的作用跟意义？远郊的开发预计在3到5年之内全面完成，所以地铁扩延的事儿也得及时提上议程才行。到时地铁的站名就叫腾龙城吧，也算是给咱们打个广告了。至于说地铁站命名的事，回头咱们再进行商榷，不急。叶董，吉时已到，咱们开始吧。康巡抚，严省，这边请。仪式结束后，康安邦把我叫到了一边。小叶，前几天你在网上公然对一个什么网红主播发起实名举报偷税漏税的事，以你的智慧，这不像是你会做的事。对，我们琢磨了挺久都没头绪，你可别说你纯粹是出于不按常理出牌的冲动行为，还真就是出于针对那个找茬的网红主播，顺便借此杀鸡儆猴，省得以后那些无知宵小去打一些不该打的主意。二人闻言不由对视一眼，我接着说道：不过也不全是，还有一重用意，那就是借此给49城的王晋安王大少创建一些心理基础，因为我接下来要收拾他了。二人大惊。你说你要对49城里的王静安出手？没错。跟你们老林家通过气了？没，跟林家无关，这算是我的个人行为吧，而且我也没打算把林家扯进去。你们上次江州见面的事我也听说了，你对王静安了解吗？他可是被公认为49城新生代第一人，单凭这点足以说明对方的不简单了。是啊，的确不简单，要不然林天南也不会在一审中把自己造孽源头全都归咎在林家身上了。你的意思是这事儿跟王静安有关？8九不离10，就林天南在一审现场说的那番话，他能想得出来吗？明显背后有人指使。至于说为什么我会怀疑王静安，上次江州一句，他无非就是在试探我在林天南这件事上的态度。而且林家被抹黑，受益最大的就是王家。不出意外的话，2审结束后，他便会调动舆论把矛头指向林家，并且会把我的身世公布于众。但我绝不会让此事发生。就算王家的实力够不上老林家，但也绝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得，不扯这些了，回头康巡抚跟严省看着就好，王家很快就会消停下来了。此时燕京某高级人民法院也开始了林天南案件的第2次开庭审理。不出所料，林天南的证词无疑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林家。正是因为林家的背景，林家对他的放纵、溺爱、包容，才导致了他犯下如此罪行。
而林家自始至终都无人到场做出任何澄清。全体起立，经审判团合议，本席庭审林天南一案，作出以下宣判。最终，林天南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回到家中，我便接到了李长风的电话。长风，叶哥，林天南那边2审结束了，就刚刚的事儿。哦，判了几年？10年，和1审一样。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林家，林家也没去进行任何澄清，估计是碍于林家的这种态度，所以在他的量刑下从轻发落。10年嘛，倒也不出我的意料。叶哥，如果说林天南的罪行以及庭审上的言论和他的最终刑期判决，一旦被人在网上炒热的话，后果怕是会很严重。10年这个刑期绝对是难平民愤，他们会认定是林家通过关系去减轻了林天南的刑期。没错，以王金安的心计，他既然出手了，那肯定不止一招的。接下来他应该会以此事来点燃互联网，把舆论的矛头指向林家，这在他的围棋棋风上尽显无疑。所以这点我一开始就想到了，估计老林家也想到了。之所以放任着顺其自然，料想也是老林家出于自身处事原则，因为在他们看来，林天南的作恶多端，他们肯定需要背负一定的责任，所以就算他们看穿了王静安的计划，也不会去介入。而王静安也恰是拿捏住了林家的心理，才会如此明着来。那叶哥，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既然作为林家一员，那肯定是不能让王静安如愿以偿的。这位49城新生代第一人的心气，马上就得散了。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食指迅速敲打起了键盘，编辑了一封关于王家阵营里所有核心人物的检举信，其中也不乏王家的一些子嗣成员，附上已经准备好的相关材料，一起打包发送给了担任最高检举部门负责人的私人邮箱。此人正是王静安的二叔。林天南案件2审结束，最终获刑10年。为了拿捏王家，我整理好其核心人物的检举信，直接发给王静安二叔。时间来到做空美股 Mate 的第15天，此时 Mate 股价已下跌到了200美元，比入手时下跌了37%。在5倍杠杆下，我们5人狂赚937亿。我拿起电话给李长风打了过去。喂，叶哥，长风，做空合约即将结束，明天能把资金转回到华国吗？叶哥，你这是急着用资金吗？哪都是张嘴要经费的，这数额过于巨大，明天能转回华国吗？没事，这个问题我想办法解决。此时的燕京王家在收到我的邮件后，立即组织了家庭会议。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份检举电子邮件，是发到我个人邮箱中的，而不是发送到季先检举的专用邮箱。是咱们老王家的人被检举了。如果只是咱们王家某个人员被检举的话，那并不算什么大事，我也不可能让老爷子把咱们老王家的这些核心子嗣给召集过来。二叔，那您收到的检举内容是？所有王家阵营里的核心人物，其中不乏王家子嗣。什么？混账！什么人发给你的？不知道，还没查。但我想对方应该是想用这些内容来对付我，或者是对咱们王家进行要挟，否则他不会只发到我的个人邮箱中，而不是走正式渠道进行检举。不过能知道我个人邮箱的准，恐怕不会是让咱们太陌生的人。叶晨，静安，你说什么？叶晨？怎么可能会是江州那个家伙？没错，我有件事没跟你们说过。叶晨其实是林风雪跟柳慧的亲生儿子。接着，王静安把林家狸猫换太子和江州一剧的事全部说了出来。原本我在林天南身上花了很多功夫的，把他当成扳倒林家的突破口，为了让他能更加肆无忌惮，私底下没少安排人给他擦屁股，为的就是能让他炸翻整个林家。可突然冒出林天南并非林家血脉一事，这让我过去费的心思直接打了水漂，不得不取消自己原定的计划。那林天南在法庭上把造孽源头归根于林家这事，是你策划的？没错，我就是想借此机会来激起民众对林家的愤怒，然后再调动舆论把矛头指向林家，让林家坠入深渊。那你为什么确定是叶晨发的邮件？这简单。说完，王静安直接拿出电话给我打了过来。王大少，你二叔收到邮件了。此言一出，直接惊呆众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猜到是我发的邮件，看来王大少是真没让我失望啊。姓叶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确定你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闻言，现场一片寂静。还有，别问这么幼稚的问题。我到底想干什么？你应该问问你们老王家，问问49城新生代的那位第一人。你们应该庆幸那些材料没有落入纪检部门的检举提邮箱中，庆幸没有落入更高层的手中，否则恐怕你们连给我打电话的机会都没了。丢下这句话后，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没把那些检举材料交给高层，或者是投递相关部门的专用检举邮箱，可见这次是不想把咱们往绝路上逼。既然如此，他为何又不表出自己的要挟意图来？难不成他做这么多，只是为了让静安以后别去招惹他，只是为了让老王家从博弈场上退下来？他不用表出任何要挟意图，从他把检举材料发到二叔的邮箱的那一刻起，王家的命脉就在他手上握着了。看来他是给王家留了余地，他要的是王家活在他的阴影之中。因为从二叔收到检举材料的那一刻起，注定只有2个选择，
一是秉公处理，那王家将会万劫不复；二是二叔把这份检举材料捂下去不做处理，如此一来，假以时日，东窗事发性质必将更加严重，对王家造成的影响必然更加巨大。说到此处，王静安不禁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输了，我输了，彻底输了。不仅是我输了，连老王家也彻底输了。庙堂之上的博弈，王家再无筹码，对林家的斗争彻底落幕，彻底输了。另一边的我挂了电话后，又接到了林夕的电话。夕姐，关于林天南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在庭审现场把锅全部甩给林家，并且在那位叫安杰的律师辩护下，最终被判10年。这事儿的背后显然是有人搞鬼，以林天南的脑子，他是不会想到用那种方式去帮自己减刑的。接着，林夕将林家讨论的结果说了出来，林家也一致认为是王家在背后搞鬼，认为接下来王家肯定会调动舆论，把矛头指向林家。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我早就猜到了王静安会拿林天南作为突破口了，林天南的庭审情况也在预料之中。听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做好应对之策了？现在不需要应对之策了，事情已经解决了。林夕当场呆住。小陈，你说已经解决了？对，彻底解决了。不单是林天南的事不会出现在网上，从今天开始，无论是王静安也好，还是王家也罢，见着林家人都得低着头走路，王家也会夹着尾巴退出所有跟林家的竞争。你确定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肯定没跟你开玩笑。你们若是不信，回头找个林家的4随便去逮个王家人来试试，包括王静安在内，逮着他们就是一顿暴揍。我敢保证，他们不仅不敢还手，估计还得问解气了没。林夕再次怔住，王家实力虽然略逊于林家，但也不至于被人轻易拿捏。再次确认一下，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我不是说了吗？你们可以用我说的方法去验证一下。得，那种事我们可干不出来，能问问你是怎么做到的吗？不能。你确定你指的不仅仅是王静安，而是整个王家？整个王家都被你给拿捏住了？对，整个王家。我想我有必要给爷爷汇报一下这事儿了。千万别让老爷子那边找我刨根问底啊！行，不保证老爷子会不会找你刨根问底，但我会把你的意思转达给他老人家的。挂了电话，我来到霍顿的项目研发基地，我打算开始进军 AI 领域。霍顿教授，咱们现在进行的研发项目是超智能意识化仿真人类机器人，这里头肯定涉及到 AI 人工智能的环节吧？那是必然。AI 人工智能是超智能意识化仿真人类机器人的基础，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支撑，那断然无法实现机器人的灵活运行。超智能意识化，顾名思义就是超出基本的人工智能范畴，从而进化成了具备自我意识化的存在。只不过这种自我意识化必须得是可控的。霍顿教授，听你这意思，在超智能意识化仿真人类机器人这个项目成立之前，你是主攻人工智能这一领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没靠人工智能的科研工作获过任何殊荣。那是因为霍顿教授把所有能够获奖的署名全给让了出去，外界只知道霍顿教授在钻研超智能意识化仿真人类机器人，却不知道在这之前，霍顿教授就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下了无数功夫，为的就是给超智能意识化仿真人类机器人这个项目的研发打下基础。我顿时欣喜若狂。不知霍顿教授有没有听说过 PGT？ 既然你知道 PGT， 那想必也知道他的创始人吧？那家伙曾是我最喜爱的学生。他在我身边的那段时间里，我跟他首次分析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工智能的真正内核，并且在这之后还让他成为了我在人工智能研发工作上的助手。霍顿教授是他在人工智能领域上的领路人。对，我当时打算把他培养成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教父，可惜他跟我的理念合不来，最终我们的师生缘分在他大2那年走到了尽头。后来他联手吕斯克创办了公司，专注起了人工智能，目前正在攻关 PGT 的人工智能项目。凭我的认知了解，这个明智的选择会让他在接下来的一个短暂时代中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被瞩目的人之一。为什么会是一个短暂的时代？因为不会进化的产物，属于他的时代高光注定不会长久。人工智能便是如此，它可以进化，但却不可以进化。当人工智能进化到一定程度，各行各业将会迎来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必定会动摇到社会生存的体系，到时将会引发动乱，最终结果绝对是为世界各国进行相对性的遏制。这也是我为什么志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原因。此时我宛如石化，没想到霍顿的前瞻性会强到如此程度。叶先生，你今天是冲着人工智能来的吧？没错。你想让我为你创造出一款人工智能来？对。就算你不说，在超智能意识化仿真人类机器人这个项目上，自然也会衍生出人工智能来的。我想要的是一款能超越 PGT 的人工智能，能够实现吗？我需要时间。可以。另外，我还需要一个200人的专业人工智能研发团队。行，哪怕我无法把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研发人才挖来，但最起码也会是一流的。最后，打造一个成熟的研发实验室给我，就在这儿，以及10亿美元的经费都没问题。我们撬动5倍杠杆做空美股魅特15天狂赚937亿，找疯子天才霍顿了解，也没想到得到了意外惊喜。从腾龙人工智能出来后，我来到了腾龙科技，找到了李元哥。这个节骨眼，你不是该想招去应付王静安接下来的出手吗？怎么还有心思跑到这儿来了？
王建安跟你说了，他要出手对付我了。用不着他说，从林天南在法庭上往林家身上抹黑开始，我就知道是他发出了还击的信号。以我对王静安的了解，估计他马上就有动作了。你犯不着去操心这个，无论是王静安跟我之间，还是王家跟林家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几个意思？好了，说正事吧。叶董，你说。我刚从霍顿教授那边出来，奔着人工智能的事儿跟他进行了一些沟通。可别是你又计划在超智能意识化仿真人类机器人项目之外，额外进行人工智能的研发吧？没错，霍顿教授主导的仿真人类机器人项目本身就搭载了人工智能，所以那也是顺手的事。毕竟机器人的内核便是人工智能，咱们这边肯定需要实现自主化的，毕竟总不能过度依赖外界的供应吧。既然如此，那咱们索性顺势打造人工智能的研发实验室得了，也借此正式进入人工智能的赛道。还是由霍顿那个疯子去主导人工智能的研发？没错。接着，我把刚才与霍顿的对话内容全部说了出来。我去，没想到那个疯子居然和 PGT 还有这种关系。我已经跟霍顿教授谈妥了，他答应为咱们创造一款超越 PGT 的人工智能，让咱们去组建一个200人的精英团队，并打造一个成熟的研发实验室给他。另外需要10亿美元的经费。所以你是准备让我去落实团队筹建以及研发实验室的事儿？关于研发团队的事，我打算跟华为那边进行合作。华为近些年在人工智能领域下的功夫不少，具备一定实力，但研发团队的人员不可能全部由华为那边出，所以在人员选拔跟筹备研发实验室的事上，还得让你稍稍受下累。那是稍稍受累能形容的吗？总而言之，辛苦了。再分身乏术都好，你的交代肯定会落实的。正式说到这，算是说完了吗？完了。说说王静安的事呗。没啥可说的，只能说王家的7寸被我拿捏在手了，这也足以让王家日后架起尾巴做人了。最起码在面对我或者是面对林家的时候的夹着尾巴做人。李元哥大惊，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觉得呢？什么7寸能让王家夹着尾巴做人？能掐断王家气数的7寸。李元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服了。另一边的燕京林家，林夕把和我的通话内容全部说了出来。他真是那么说的？对，三叔，以他的为人跟性格，绝对不可能会在这种事上开玩笑的。小溪，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他是怎么把王家给拿捏住的？没有，他不肯说，不但不肯说，他还让我给爷爷汇报时，让爷爷别找他刨根问底。哈哈，这臭小子，还以为王家会把扳倒林家这重任世代相传下去，我都做好让林家因为那个小白眼狼而遭到舆论口诛笔伐的准备了，没想到被他单枪匹马把王家给解决了，不得了，不得了啊！老爷子，我担心小陈对王家缺乏了解，他说的拿捏可能会成色不足，咱们……要我说，不是小陈对王家缺乏了解，是你对那小子缺乏了解。他身边跟着老李的孙子，还跟着江州老叶家的那小子，你觉得那2个小家伙会不把王家的情况给说通透吗？像小陈那样的主，他能拎不清拿捏这2字的用法吗？三婶，小陈应该不至于夸大其词。他说，如果咱们想检验的话，可以随便找个林家小辈出面逮住那些王家小辈，说是包括王静安在内，逮住就往死里揍。他保证对方非但不会反抗，而且完事还得陪笑问解气了没？众人顿时傻了眼。哈哈，好小子，好小子啊！到底得是啥样的底气才敢让他说出这种话来？老爷子，咱们是不是有必要得弄清他葫芦里装着什么药才行？他不是跟小溪说让我别去刨根问底吗？既然如此，那我这个当爷爷的也不好去自讨没趣了。柳慧，我知道你不希望小陈跟王家牵扯太多，但那小子的算盘打得比咱们谁都响亮，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既然敢说出那些话来，那就说明他有着给自己兜底的绝对底气。风雪，柳慧，你们生了一个好儿子啊！就凭他能把王家给压制住的这一点，有他在我林家往后100年无虞啊！次日，我来到广深华为总部，再次见到了任老。叶董，不知你在电话里头说的合作是怎么个意思？我这边计划筹建人工智能的项目团队，预计投入60到80亿进去，在2-3年之内就出成果。目前欠的是研发精锐，所以我的意思是看能不能由你们华为方面给我提供一批核心精锐人员。叶董，我没听错吧？咱们华为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才培养出那么点的人才，你这是要把咱们的底给扒了？我承认华为近些年在人工智能领域上着实是投入了不少心血，更是花了不少代价去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人才。可是任老别忘了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就现在华为在人工智能领域上，敢说能跟世界一流接轨了吗？我这一问，直接把任老给问住了。就目前而言，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更不是我贬低自主国产下的产物，而是基于真正的人工智能，什么小度小爱天狗精灵，真就没资格挂上人工智能这4个字。不是我看不起自己国家的企业，也不是我特意泼冷水，我完全不看好国内企业在人工智能的这条赛道上，包括任老的华为在内。不管差距再大，总得要追。说的没错，但怎么个追法，花多少时间去追，这才是最重要的。相信任老肯定知道 PGT 吧？
国内的人工智能需要多久才能追上对方的脚步？再说一句深层次的，如果国内放开 PGT 进入，国内的人工智能还有活路吗？拿什么对抗？如何能胜出？任老沉默了，他太了解华为目前在人工智能上的水平距离 PGT 有多大。所以叶董的意思是，还是那句话，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听叶董这意思，是打算在火车头上做文章了。不知任老是否还记得比尔·霍顿这个名字？当前在你手底下进行仿真人类机器人这一项目研发的前英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没错，仿真人类机器人是绝对绕不过人工智能的搭载，所以人工智能本就在整体项目的研发序列中。叶董，你眼中的车头，能让华国人工智能实现超车的火车头就是比尔·霍顿。对，没错。接着，我又把霍顿与 PGT 的联系说了一遍。什么？任老，如果我手里没牌，我哪敢在您面前无的放矢？你跟那位霍顿教授就人工智能领域谈得如何？我出人跟前，他负责研发能够超越 PGT 的人工智能，钱的是好办。但是这方面，目前国内能够被我网罗的人才显然不多，所以我才找上任老提出合作的想法。具体说一下，你想怎么个合作法？华为只负责出人，其他不用管，研发成果共享。但有一点，华为提供的必须是最精锐的人员，绝对不能藏有任何心思。这样一来的话，咱们华为在人工智能方面上的研发工作跟停摆没有区别了。所以就看你们华为愿不愿意赌我这一把，容我们商量商量。那我就等任老这边的好消息了。哎，你收购了精灵公司，并且在产品发布会上的那通讲话，按道理说咱们双方本应是直面的竞争关系来着。可如今不仅在半导体及芯片领域上进行了合作，还很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方面上也要建立捆绑合作。想想这也是有够戏剧性的。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在华为的商业版图上，电子产品这一块对任老来说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吧？不然任老的胸襟再宽广豁达都好，怕是也难跟我合作吧？哈哈，怎么着？叶董觉着自己把华为跟我都给看透了不成？华为的电子产品来到了一个瓶颈期，若无法冲破这个瓶颈走向革新的赛道，那么就只能拼底蕴了。而在这一方面，苹果再次给出了耀眼的答案，各项数据便是最好的证明。其二，现在的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已到了一种近乎于饱和的状态。第三，芯片也是华为最大的难关。库存耗尽后，就是华为电子产品的下坡路了。但华为也不可能会轻易撒手的，毕竟正是华为旗下的电子产品让华为成了民族品牌。从战略层面出发，华为必然要守住这块招牌。此番话直接说到了任老的心坎。那叶董还一头扎入这一领域，并且亲自现身在第一代精灵手机的产品发布会上进行高调扬言，难道叶董是具备赛道革新的把握了？这个任老心里头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能把苹果给干下去？能。以后的高端市场是精灵的，中低端市场就看你们华为了。精灵公司已经掌握到赛道革新的密码了。任老刚一开口，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妥。抱歉，这是商业机密，我不该问的。不过现在说这些还早，也就在任老面前，我才不去避讳的痛快直言罢了。以后无论任何领域，但凡有合作空间的，第一时间考虑华为，可否？只要我没栽，只要华为不作妖，只要华为的诚意底线在，我会考虑的。我一封邮件成功拿捏王家，让林家众人佩服。进军 AI 领域，成功说服华为任老建立了合作关系。此时江州某安置房小区内，爸妈，我得走了，一会儿要赶飞机去趟燕京。你就不能挑一天不忙的时候再回家吗？能，但是可能得几个月后。爱不是，至于吗？妈，还真是，江湖火锅马上要上市了，所以后面的几个月里，1号肯定得比现在更忙。1号，江湖火锅真的要上市了？对，正在做准备，但能不能成功上市不是咱们说了算。我的天，这要是上市的话，岂不是值几千个亿了？我可是听说那个什么海边捞，就是因为上市，然后就价值几千亿了。现在江湖火锅可比海边捞还要红火，把海边捞都给比下去了。要是上市的话，那不得比海边捞还要值钱。1号，你跟妈说实话，你在江湖火锅到底有多少股份？你姐跟姐夫给了你多少股份？要是江湖火锅值几千亿的话，10%的股份那就有几百亿了，就算是1%都有几十亿了。我的天，几十亿这得是多少钱啊？我做梦都不敢想，我的儿子有朝一日能有几十亿啊！妇道人家你懂什么？就算股份值那么些钱，那也不是能随便拿出来的。要是变现的话，那就等于卖掉股份了。把股份全卖掉那指定不成，但要是卖个1/10啥的，也不碍事啊。1%的股份值几十个亿，咱卖掉这1%里头的1/10，那也有几个亿了啊。如果有几个亿在手，咱们这心得多淡点，想干啥都行了。老陈，你说要是提1个亿现金回来，咱们得数多久才能数完啊？1号，等上市了你就带爸妈搬出这个破地方，咱们先换套好点大点的房子，免得被人指指点点说这说那的。挺好的，要不要再买辆豪车啥的？就那什么劳斯莱斯库里南，落地小1000万的那种，你跟我爸坐后排，
完事珠光宝气的亮相登场，多耀眼多有面子。1号你可算是长大了，妈盼这天盼了多少年啊！就依你的，公司要是上市了，我儿也是亿万富豪了，买辆小1000万的什么男那也不成问题，只要1号你喜欢就好，妈支持你。谁跟你说我在江湖火锅里面有股份了？啥玩意？你没股份，你这一天天的就差没跑断腿了。说句不好听的，连吃饭都没时间。你姐夫他就不给你一点股份，真就一点都没有。我凭什么能拥有股份？姐夫他为什么就非得给股份我？就因为我是他小舅子。到了今时今日，你们还搞不懂吗？如果不是叶晨，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平面设计师，每个月赚着那点撑不着也饿不死的薪资。然而正是因为我有个叫陈一诺的姐姐，所以我的人生才出现了希望，我才得以以一个新人的身份得到了栽培，走上了商业人生，成为了江湖火锅的副总裁。这些全是因为我的姐姐是陈一诺，我的姐夫是叶晨，所以我才有了这么一个让无数人羡慕嫉妒的平台。难道你们还不知足吗？要不是有我姐和姐夫，我狗屁都不是。你们得明白，他不欠我的，非但不欠我的，反而帮我的已经够多了。即便他现在给我股份，我都不会接受，也不敢接受，因为我受之有愧。你们懂吗？老实说，你们身为我的父母，我没资格去训教你们。爸妈，真的，你们该知足了，别老想着那些所谓的理所应当。叶晨他不欠我的，更不欠你们的，他唯独在过去那几年的混蛋日子里欠我姐的，所以他只要弥补我姐就足够了。真要说欠的话，你们二老又何尝不欠我姐呢？别拿生他养他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你们二老扪心自问一下，过去那些年里，你们对我姐的言行对得起姐吗？你们心中真就没有一丁点愧疚吗？就说眼前，从我姐怀孕到现在，你们关心过她吗？别跟我说她不愿意接你们的电话，是，就算她不想跟你们通话，可你们就不会给她发条信息关心一下吗？她毕竟是你们的女儿，她肚子里的孩子同样也是你们的外甥。说白了，你们现在跟过去还是一样，只是想着去沾她的光，占她的便宜。你们摸着自己的心问问，我这个当儿子的说的对吗？听到这些，刘雪琴也不禁流下了泪水。1号，妈不是不想关心。打住，别找借口了。你知道我姐大概什么时候生吗？你知道我姐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吗？之前你不是给我姐她打电话问她为什么要把伊人如雪的总经理位置让给云溪月吗？你有功夫扯那些，你就没功夫问上一句她什么时候生，问下孩子怎么样？可你没有，你甚至都没找我打听过那些情况。由始至终，你们眼中只有那些与你们毫不相干的财富而已。有时候我想到这些都替我姐寒心。我姐不但善良，还心软，懂得感恩。可就你们这样似的，你们让她如何原谅？为何到了今时今日，我姐依旧不想跟你们来往？你们就不能好好想想吗？别说了，别说了。人总得换位思考才行。妈，你也是女人，换做你是我姐，你会如何？还有爸，换做你是叶晨，你又会如何？言尽于此，这是我最后一次说这些一地鸡毛的家事了。好好想想，好自为之吧。时间不早了，我得赶飞机去了。说完，陈1号头也不回的走了。爸妈，我送1号去机场。很快，二人走了出来。陈1号停住了脚步。怕吗？什么？摊上这种公公婆婆。虽然在姐的事上他们确实有点，但他们对我真的挺好的。最重要的是，跟我一起生活过日子的人是你。他们的无知超乎了你的想象。若非叶晨逆袭翻身，若非我姐走上了富贵美满，就我家的家事会震碎你的三观。都过去了。是啊，都过去了，走吧。另一边的我接到叶成英邀请后，来到了鸿雁酒楼。叶董，怎么个情况？先斩后奏吗？不管先斩还是先走，既然来了，我先好好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我仔细打量了几人，不由大惊，在座的这些人不正是前世中后期医疗界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吗？我还以为叶大少找我过来干什么，没曾想却是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份礼。老叶，你不是想进军医疗界吗？不是想创办医院吗？人我可是跟你找来了，在座这些都是愿意投身到这一伟大事业中的，你们看着来，倒是给我这个中间人以资本身份介入持股的机会就好。叶董，容我冒昧的先问一句，您想打造一家怎样的医院？我想打造的不是一家医院，而是一张可以覆盖全国省份的医疗名片，致力于提升华国医疗水平，打造屹立于世界一流的医疗名片。当然了，术有专攻，该如何打造，如何去解决水平的问题，在你们这些专业人士面前我没有发言权，所以我能做的是在既定的目标方针上进行不设底线的斥资，尤其是在研发经费上。众人不由为我的野心震惊。叶董，您这野心可是不小啊！要不是有这些野心，我又何必去涉足医疗界？如果说只是奔着赚钱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医疗。叶大少既然能把诸位介绍给我认识，料想你们所追求的也不是打造一家只为赚钱的医疗机构吧？叶董说的没错，但咱们的野心较于你的野心而言，那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致，这便是我的宗旨。叶董，虽然您刚才也算是回答了，但还是过于抽象，不知能否精细一些？
比如只需1滴血便可检查全身各项指标，千里隔空实现精确问诊，通过科技方式实现远程操作进行身体检查等等。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到现实中来，这些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医疗水平。我希望咱们医院是病人的最后希望，为此，我愿意无限斥资在医学研究的领域上。叶董，您觉得您举的那3个例子现实吗？没有什么现不现实的，回望10-20年前，又有人敢想象今时今日的医疗水平吗？道理一样，只要敢想敢做，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我笨的就是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叶董觉得未来的医学趋势应该是怎样的？思索片刻，随着前世记忆的泛涌，我开启了侃侃而谈模式。很快，半个小时过去了，众人已是目瞪口呆。我知道医疗不像其他产业，更需要时间去奠基，所以我也做好10年磨一剑的准备了。如果诸位不嫌我的野心过大，不觉得我的野心过于缥缈不切实际，愿意花时间去磨那一剑的话，我随时可以投入到这场布局未来的竞赛之中。叶董，我算是知道您为何能在短短时间内获得如此成就了。能让我苏印服气的人不多，今日一见，你让我彻底服了。我会拟定一份详细的规划书，到时再请叶董过目。那我就静候佳音了。为了江湖火锅股份陈一号怒斥父母，叶成英找来医学精英，我们开始进军医疗领域。宴会结束，送走几人后，我开口问道：叶大少今天找我过来，应该不纯粹是为了进军医疗领域的事儿吧？虽然不纯粹是，但这是头等事儿。那现在说说次等的事儿。我听林夕说你已经解决王家跟王静安了。没错，你想不想去验证一下？怎么个验证法？很简单，你去逮王静安或者是王家其他的核心小辈来揍一顿，看他们敢不敢找你的麻烦。毕竟他们都知道你跟我的关系挺好，应该能反映出一些情况来。要不找张景山那个缺心眼的二货去，这事他肯定干得漂漂亮亮的。要不你带着他去？行了，说正事吧。知道我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把他们找出来跟你认识吗？别跟我说和王家有关。还真就跟王家有关。王家阵营几乎把控着整个华国的医疗体系，如果不把王家这一关给趟过的话，想实现你的野心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成为王家的附属。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初跟你提起想要打造医疗板块时，你不发表任何看法。对，王家在医疗领域的渗透是你难以想象的。如果不摆平王家想要涉足医疗领域的话，难如登天。看来这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呀。没错，王家的资源你一定得攫取才行。这不有你吗？到了该攫取的时候由你主导就行了。你是打算带着我一起玩了？准备好弹药吧。此时广深的鹅厂办公大楼里，拉拢乾隆游戏的研发团队有进展了。没有，徐英杰拉黑了我的手机号码，意思是拉拢对方的计划彻底失败了。马董，不仅如此，乾隆游戏还通过一家叫天行猎头的公司对咱们鹅厂游戏发起了大肆挖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位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研发部的核心骨干相继提交辞呈，甚至是有的以支付违约金的方式结束工作合同。经查证，他们的下一站全都是乾隆游戏。知道了。马华天陷入了沉思，最终还是按下了我的手机号码。叶董，过分了吧？不知马董指的是什么？没你的指示，料想乾隆游戏那边也不敢对鹅厂游戏发起这种赤裸裸的挑衅式挖角吧？没错，是我交代的。然后呢？你是不是过于张狂了？按道理挖角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是不值得我去亲自过问的，但你这是在挑衅鹅厂，在挑衅我。你确定我是张狂挑衅，而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们鹅厂3番5次去接洽他们，开出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试图把他们带到鹅厂游戏去。怎么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典当。对于你们试图把徐英杰等人给挖走的事儿，我是一忍再忍，但你们却肆无忌惮的我行我素，难道就不该考虑一下后果吗？但你现在是对鹅厂游戏进行中高层以及技术核心骨干发起了全面挖角，你这是在违反商业规则。违反了什么商业规则？如果你认为乾隆游戏违反了某些规定，你们鹅厂游戏尽管起诉，我叶晨跟乾隆游戏奉陪到底。你是真觉得具备去对抗鹅厂的实力了吗？一直以来不都是鹅厂游戏挑衅在先吗？意思是你已经做好两败俱伤的准备了？不，我纠正一点，不是两败俱伤，是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时刻都做好了死磕的准备。你们鹅厂若想重拳出击，我指定奉陪到底。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回到家，正好看到陈一诺把手机从耳边放下。一诺跟谁打电话呢？我妈。怎么不作妖了？关心起我来了，问我什么时候生，问是男孩还是女孩，给我交代这交代那的，让我注意身体。合着他之前就没找你说过这些？没有，我从来没想着让他来关心我，甚至是我还怕他对我突然关心。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估计是被1号那小子给训了，所以才会给你打这种关心的电话。对了，咱妈今天也打电话来了，说过2天要来江州，想见一下我爸妈。见吧，早晚会有这一天的，不过的把1号带上。那你的身世？告诉1号吧，至于你爸妈那边能瞒的话尽量瞒住。好，
我一会儿给1号打电话。老许，叶董，挖角一事，鹅厂游戏那边把咱们给告了。意料之中的是，刚才马化天亲自给我打过电话，所以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去找沈瑶吧，让他准备应战。行，那就全部交由沈律师来负责吗？对，交给他就好。你们该干嘛还干嘛。既然鹅厂想自取其辱，那就如他们所愿。刚挂了电话，赵继伟又打了过来。继伟，叶哥，出事了！鹅厂那边刚刚发来传真，终止了跟腾龙传媒的一切合作。另外，我联系了肖强，他说他也刚收到鹅厂那边告知，同样是终止了跟腾龙地产的一切合作。按这情况来看，鹅厂那边应该是终止了跟叶哥相关的所有合作。意料之中的是，我跟马化天彻底撕破脸了。啥？叶哥，你跟马华天彻底撕破脸了？没错，因为鹅厂游戏跟乾隆游戏的事儿。叶哥，你就不担心吗？鹅厂这个庞然大物一旦歇斯底里的话，咱们就算能招架下来，怕是也得付出惨重代价。哪怕到头来鹅厂那边同样落不着好，但对方自损800的话，咱们至少得伤及3000。放心好了，无论鹅厂再怎么发疯都好，也伤不了咱们。最终结果只会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黯然收兵。自此之后，腾龙跟鹅厂之间应该不会再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了。所以咱们该做的就一件事，那就是去寻找其他可以替代鹅厂的合作伙伴。叶哥，恕我直言，在鹅厂宣布跟咱们单方面终止合作的这一背景下，能够代替鹅厂的那些企业大概不敢跟咱们开展合作。毕竟鹅厂这些年来在资本圈中可谓是龙头级别，我想没有几家会选择跟鹅厂、跟马华天对着干。资本的信条是利弊权衡，许多资本并非不敢跟鹅厂对着干，而是基于利弊权衡，不想去跟鹅厂对着干罢了。一旦咱们这边让鹅厂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话，我相信偌大的资本圈中是绝对不缺那些上赶着来跟咱们进行合作的资本。叶哥，你这是有把握能让鹅厂折戟？我从不打没把握的仗。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次日，网上被这一事件炸开了锅，亿万网民迅速把这场大战推向了舆论高潮。看来叶董这是稳坐钓鱼台了。这说明了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叶董，我跟乾隆游戏那边完成了初步对接，在鹅厂游戏的这波起诉中，咱们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我有个额外的想法，反过来再告鹅厂游戏以不正当的方式来挖角乾隆妻子。没想到这都能被叶董给猜到。应该告不赢吧？在一图册反乾隆妻子的事上，以鹅厂的段位是不可能会留下能被咱们抓住的把柄。没错，以实际情况来看，若是鹅厂游戏那边起诉乾隆游戏不正当挖角无法胜诉的话，那咱们反过来告他们，更加不可能会胜诉。但能否胜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杀一杀鹅厂的威风，同时也向外界表示出咱们的态度，也借此让鹅厂法务部那边感受一下压力。这对咱们接下来针对鹅厂那边单方面终止合作发起诉讼索赔，无疑是很有利的。沈大律师，你说针对鹅厂终止合作一事发起诉讼索赔，谁跟你说咱们要进行诉讼索赔了？没人跟我说过，基于对叶董您的认知了解进行的判断，料想您应该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吧？没错，从鹅厂那种春秋笔法